即使你对中国历史再不感兴趣，我也要花点时间给你讲一下这个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。它在华夏文明的浩瀚星空中，如同一颗璀璨夺目的超新星，以其雄浑磅礴的气势划破历史的苍穹。当汉并天下的瓦当承载着开疆拓土的雄心，当丝绸之路的驼铃奏响文明交融的华章，这个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，不仅铸就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铁血风骨，更在政治制度、经济繁荣、文化传承的维度上，为中华文明镌刻下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。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传奇人物，在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，书写下开天辟地的壮丽史诗，又是何种惊世谋略，让一个王朝在岁月的长河中屹立不倒，影响深远？还请大家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拿起你电量还剩70%的手机，并且设置好听抖音模式，且随我一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探寻西汉王朝背后那些鲜为人知却震撼人心的故事。公元前210年，千古一帝秦始皇病逝于邢台沙丘。当时正有一批徭役之人正从沛县被押往骊山，然而途中状况频发，一部分人四散逃走，而另一部分人在困境中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。他们追随押送他们的小吏刘邦，前往芒砀山落草为寇，试图另谋出路。谁也未曾料到，正是这次反抗行动，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。公元前209年，陈胜吴广喊着"王侯将相宁有种乎"的口号，掀起了反秦的大旗。一时之间，天下豪杰纷纷响应。刚刚建立12年的大秦帝国风雨飘摇，刘邦见此局势，果断决定不再偏安于芒砀山做山贼。他率领着自己的队伍杀出芒砀山，毅然投身于反抗大秦的滚滚洪流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果断行动，率先攻入咸阳。他满心期待着能够入驻关中，成就一番霸业。谁曾想却被楚霸王项羽封到了偏远的巴蜀汉中之地，做了汉王。刘邦并不甘心，仅仅几个月后，他派大将韩信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成功突破封锁，迅速重新入驻咸阳。在之后的岁月里，刘邦和项羽楚汉相争，屡败屡战，终于在公元前202年垓下一战，成为了楚汉相争的转折点。刘邦精心布局，四面楚歌，让项羽的楚军军心大乱。项羽陷入绝境，最终在乌江畔自刎而死，并在同年的2月28日，55岁的刘邦在泗水之阳举行了登基大典，定国号为汉。就此，延续了210年的西汉王朝拉开帷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能与之相媲美的，大概只有同样出身微末的乞丐皇帝朱元璋了。不过，若要论起创业旅途的艰辛程度，刘邦与朱元璋究竟谁更胜一筹呢？大家不妨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在刘邦登基建立大汉王朝后，此时的天下刚刚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战乱，社会秩序当然无存，百姓生活困苦不堪，经济陷入了极度的凋零，到后四处横行。刘邦深知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的元气，于是他果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。他减轻百姓的徭役负担，降低赋税额度，积极鼓励生育，大力倡导农桑。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，千疮百孔的西汉渐渐有了生机，经济开始复苏，社会逐渐稳定。然而，
北方的匈奴却犹如一颗定时炸弹，时常侵扰西汉边境。公元前200年，刘邦亲率大军征讨匈奴，却因轻敌茂陷入了匈奴的重重包围，被困于白登山长达7天7夜。关键时刻，陈平献上奇计，用重金贿赂匈奴严氏，刘邦才得以死里逃生。经此一役，刘邦意识到西汉的实力尚不足以与匈奴正面抗衡，于是决定采取和亲政策，每年向匈奴赠予大量的财宝。这一决策虽看似屈辱，却为西汉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，使其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积蓄力量。刘邦在巩固皇权的道路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，那些位高权重的异姓诸侯王，他们跟随刘邦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，但也因此手握重兵，对皇权构成了潜在威胁。吕雉敏锐地察觉到了刘邦的忧虑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他与萧何合谋，设计诛杀韩信，留下了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的千古典故。此后，刘邦又陆续铲除了其他异姓诸侯王，分封刘姓子弟为诸侯王，希望以此来巩固刘氏江山。为了确保刘氏天下的稳固，刘邦与同姓诸侯王杀白马盟誓，立下非刘姓者不可封王，若有违背，天下共击之的誓言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马之盟。在刘邦的精心治理下，西汉逐渐走上正轨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刘邦未能尽享这太平盛世，便因病离世，享年62岁，在位仅7年。刘邦之后，太子刘盈即位，史称汉惠帝。刘盈接手的大汉正值蓬勃发展之际，为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基业，他继续任用贤臣萧何、曹参等人，沿袭父亲高祖时期的休养生息、无为而治政策。为增加人口、促进生育，汉惠帝采取创新措施，对15到30岁之间未婚的女子征收单身税，鼓励年轻女子尽早成家立业。此外，汉惠帝还下令修建长安城，历经5年艰辛，将其打造成一座规模庞大、气势恢宏的帝都。汉惠帝虽有做贤明皇帝的理想，却无奈受制于强势的母亲吕雉。刘盈年轻且缺乏政治经验，大权逐渐落入太后吕雉手中。吕雉为了巩固吕氏家族的权力，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，强迫刘盈迎娶自己的外甥女张嫣。这一违背伦理的婚姻，无疑给刘盈带来了巨大的痛苦。而吕雉更为残忍的举动是将戚夫人直成人质。刘盈见到戚夫人的惨状后，他吓得失声痛哭。此后，刘盈深受打击，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，只能借酒消愁，无心朝政，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。公元前188年，刘盈病逝，年仅24岁，在位仅7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汉朝尊崇孝道，皇帝是好后皆家孝子，这传统便是从刘盈开始的。刘盈去世后，吕雉立刘公为帝，即汉前少帝。刘公不过是吕雉手中的傀儡，朝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吕雉手中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吕雉毫不留情地打压朝中一级。几年后，刘公得知自己的生母并非张嫣，点生怨恨，扬言长大后要为母亲报仇。吕雉得知后，毫不犹豫地将刘公囚禁并秘密杀害。随后，吕雉又立刘弘为帝，即汉后少帝。刘弘同样是个傀儡皇帝，朝政依然由吕氏把控。此时，吕氏家族权势滔天，
形成了吕氏专权的局面。公元前180年，吕雉去世，以陈平、周勃为首的大臣们趁机发动政变，彻底铲除了吕氏一族。经过商议，大臣们以仁慈善良的刘恒为帝，即著名的汉文帝。刘恒即位后，致力于国家民生改善，推崇黄老之学，实施无为而治，鼓励全民参与耕作，并设立奖励机制，还放开民间采矿以刺激经济。此外，他废除自秦朝以来的肉刑及连坐等严酷制度，对诸多不合理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并打破禁言传统，鼓励大臣直言不讳，使朝政风气焕然一新。在个人生活方面，汉文帝以节俭自律著称，从不大兴土木，修建奢华园林，日常服饰车家也力求简朴，赢得后世节俭皇帝的美誉。对外方面，面对匈奴这一长期威胁，他采取稳健防御策略，延续和亲政策，力求以和平手段稳定边疆。即便匈奴多次违约入侵，他也保持冷静克制，仅加强边关戒备，并未轻易发动战争，为汉朝赢得宝贵和平发展时间，也为后来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反击奠定坚实基础。公元前157年，汉文帝在长安未央宫因病驾崩，享年45岁。其子刘启即位，成为西汉第6位皇帝，即著名的汉景帝。此时，西汉王朝在表面繁荣之下，暗藏西同姓诸侯王的势力，成为最大隐患。经过数代积累，他们的权力与野心已严重威胁皇权稳定。汉景帝即位后，洞察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，在老师晁错的建议下，决定实施削藩政策。这一举措引发吴王等诸侯王的不满。刘备早有反心，正好以此为借口，联合其他心怀不轨的诸侯王，打着清君侧、诛杀朱晁错的旗号起兵叛乱。这场由7个诸侯国参与的叛乱，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。为平息叛乱，刘启被迫腰斩恩师晁错，希望以此换取诸侯王退兵。然而，诸侯王们并未收手，反而持续进攻。面对这一局势，刘启决定不再妥协，果断派出名将周亚夫率军平定叛乱。周亚夫不负众望，凭借勇猛的指挥能力，仅用3个月时间就成功平定这场威胁汉家天下的叛乱。成功镇压七国之乱后，尤其全身心投入国家治理，继续沿袭其父汉文帝的治国理念，推行休养生息政策。这一时期，西汉王朝经济空前发展，百姓生活富足，国库资金充沛，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由于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接力治理，他们2人携手开创的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首个盛世——文景之治。这一历史时期因其繁荣稳定而被后世高度赞誉。公元前141年，汉景帝刘启在长安未央宫因病驾崩，享年48岁。随后，其子刘彻即位，成为西汉第7位皇帝，即历史上著名的千古帝王汉武大帝。此时，西汉国力鼎盛，恰好迎来一位年富力强的年轻帝王。刘彻自幼展现出非凡才智和胆略，深知匈奴对大汉的长期威胁，决心打破父辈对匈奴的妥协政策，采取主动出击的军事策略。为此，他重用并多次派遣卫青、霍去病等名将，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匈奴。霍去病在河西之战中一战成名。在河西之战中，
年仅19岁的霍去病率800骑兵奇袭匈奴，斩首2000余级，一战成名，火封冠军侯，封狼居胥，展现出了他非凡的军事天赋，被誉为少年战神。他更是在征战中取得了锋芒军须的赫赫战功，令匈奴闻风丧胆。然而天妒英才，霍去病年仅24岁便英年早逝。他的一生虽然短暂，却无比耀眼，成为了无数武将梦寐以求的榜样。汉武帝在重创匈奴后，为了拓展对外交，同时汉武帝展现出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，为探索遥远西方式世界。他于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9年，先后2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。张骞历经艰难险阻，穿越茫茫沙漠，最终成功抵达西域各国，为西汉带回宝贵的地理、文化和物产信息，极大促进大汉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，为汉朝的繁荣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公元前134年，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，采纳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，推行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的政策，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正统思想。这一举措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。同时，为进一步巩固统治，汉武帝又推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推恩令这一政策，巧妙利用诸侯王对儿子们的亲情，规定诸侯王去世后，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，其余子弟也可分割诸侯国一部分土地，分为列侯，导致诸侯国越分越小，势力逐渐削弱，从而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。这2项举措共同构成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、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战略。然而，到了汉武帝统治后期，因常年征战导致国力空虚，百姓早已疲惫不堪，而且汉武帝迷信神仙之道，追求长生不老，不仅耗费大量国力，还引发宫廷内的巫蛊之乱。在这场动荡中，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遭到诬陷，相继含冤自杀身亡。汉武帝得知真相后，深感悔恨与内疚，意识到自己的迷信和专制给国家带来巨大灾难。为挽回局面，他于公元前89年颁布著名的轮台罪己诏，明确表示停止在西域的进一步扩张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恢复国力。但这些努力并未能完全消除他内心的忧郁和悔恨。公元前87年，这位千古帝王在忧郁中驾崩离世，结束他长达54年的辉煌统治，享年69岁。同年，年仅8岁的太子刘弗陵即位，成为西汉第8位皇帝，即汉昭帝。由于汉昭帝刘弗陵年幼，无法亲政，汉武帝为他精心挑选了4位大臣，共同辅政。其中霍光逐渐脱颖而出，掌握了朝政大权。霍光的专权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，上官桀和鄂邑长公主等人企图发动叛乱，推翻霍光的统治。然而，刘弗陵虽然年幼，却聪慧过人。他识破了叛乱者的阴谋，成功地平息了这场叛乱。汉昭帝在位期间，主要任务是为父亲汉武帝收拾残局。汉武帝长期的大规模征战，导致国库空虚，人口锐减，社会秩序动荡不安。在霍光的建议下，汉昭帝推行休养生息政策，鼓励农耕，开垦荒地，减免赋税。经过一系列的改革，百姓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，人口数量开始缓慢回升，为后来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公元前74年，汉昭帝病逝，年仅20，一共在位13年。由于汉昭帝没有留下子嗣，霍光只能重新挑选皇帝。霍光掌权已久，为了继续掌控朝政，他希望立一个易于操控的傀儡皇帝。经过一番挑选，他决定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。刘贺以为自己当上皇帝后，便能随心所欲，不甘心成为霍光的傀儡。他带着一批亲信来到长安，试图将朝中重要大臣换成自己的人，以夺回权力。然而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霍光的监视之下，他的行为严重触犯了霍光的利益。于是，霍光以刘贺在位27天，犯下1000多件荒唐事为由，废除了他的皇位。可怜的刘贺，皇帝之位还没坐热，便被赶下了台。同年，霍光拥立刘俊为帝，史称汉宣帝。刘询即位初期，朝政大权依然掌握在霍光手中。刘询吸取了刘贺的教训，表面上对霍光言听计从，从不忤逆。霍光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，试图将女儿霍成君嫁给汉宣帝。然而，汉宣帝与糟糠之妻许平君感情深厚，他不愿抛弃发妻。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意，汉宣帝发布一道别具一格的诏书，称自己怀念贫贱时的一把旧剑。大臣们领会了宣帝的意图，纷纷奏请立许平君为皇后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园一案，故剑情深的爱情佳话。然而，霍光的妻子却因嫉妒许平君，派人毒死了他。汉宣帝深知这是霍氏家族所为，但他隐忍不发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甚至让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成为皇后，暗中却在积蓄力量，当待时机扳倒霍氏集团。公元前68年，霍光病逝，汉宣帝开始采取行动。他采用循序渐进的策略，逐步削弱霍氏家族在朝廷中的势力。公元前66年，霍氏家族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，企图发动叛乱，但汉宣帝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迅速平息了叛乱，并废除了霍成君的皇后之位。铲除霍氏集团后，汉宣帝开始大力整顿吏治，严惩贪官污吏，平反冤狱，多次大赦天下。在经济方面，他继续推行休养生息政策，鼓励农耕，抑制物价，打击奸商。他还派遣农学家蔡逵巡视全国，指导农业生产。为了防止谷贱伤农，汉宣帝设立长平仓，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粮食价格。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，汉宣帝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。对于那些不归顺的匈奴势力，他坚决予以打击，将其赶出西域，并在边境部重兵防守。对于那些愿意归顺的匈奴部落，他则继续采取和亲政策，促进民族融合。在汉宣帝的统治下，西汉国力再度强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史称孝宣中兴。这也是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。公元前48年，汉宣帝病逝，享年43岁，在位25年。汉宣帝之后，刘氏即位，史称汉元帝。汉元帝刘始在即位之初，本应继续推进国家的繁荣与发展，无奈他天生体弱多病，加之对朝政事务的厌倦，逐渐将大权交给宦官石显等人导致朝纲开始混乱，民间疾苦日增，最终民变四起，社会动荡不安。这一系列事件被视为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，为后来的王莽篡位和西汉灭亡埋下伏笔。公元前33年，为与汉朝建立友好关系，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到长安，
请求与汉朝和亲。面对匈奴的求和，汉朝朝廷内部意见不一，而宫女们因畏惧偏远艰苦的边疆生活，纷纷不愿前往。此时，一名名叫王昭君的宫女挺身而出，她以家国大义为重，主动请求前往匈奴和亲。在离开长安那天，王昭君盛装出席，向汉元帝辞行。汉元帝初见其美貌，心中遗憾不已，但和亲之事已成定局，无法改变。就这样，王昭君带着汉朝的和平使命，踏上前往匈奴的路途。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昭君出塞事件。昭君出塞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，被后世广为传颂。同年，汉元帝刘氏在长安未央宫驾崩，享年41岁，其子刘骜即位，成为西汉第12位皇帝，即汉成帝。汉成帝刘骜登基之时，西汉王朝已步入衰退期，内忧外患不断。早年，汉成帝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才能和修养，试图挽回王朝的颓势。然而，到了执政后期，为应对宦官专权的局面，他采取扶持外戚势力的策略，将朝政大权交给母亲王政君处理。王政君借此机会，将自己的5个兄弟全部封为侯爵，史称一门5侯。王氏家族自此权倾朝野，为日后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。与此同时，汉成帝逐渐沉迷于酒色之中，尤其宠爱赵妃、燕赵合德姐妹2人，为此不惜耗费大量钱财，给他们建造豪华宫殿。由于常年纵欲，不懂节制，汉成帝的身体逐渐衰弱，最终在公元前7年，汉成帝因纵欲过度，死在了赵合德的床上，终年45岁。由于汉成帝生前没有子嗣，其子刘歆被立为皇帝，成为西汉第13位皇帝，是为汉哀帝。汉哀帝即位时，面临着王氏家族一家独大的局面，他试图暗中削弱王氏家族的权力，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夺回了朝政大权。然而，此时的西汉王朝已经千疮百孔。汉哀帝虽有治国之志，但能力有限。他曾下令要求百姓节俭，限制贵族豪门的田地和奴婢数量，试图以此挽救王朝的颓势。但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强烈反对。在重重阻力之下，汉哀帝最终选择了放弃，对朝政逐渐疏懒。此后，他将大量精力放在了南充董贤身上，虽在国事上毫无建树，却因断袖之癖这一典故而留名后世。公元前1年，汉哀帝病逝，在位7年，终年25岁。汉哀帝病逝后，王政君重新夺回朝政大权。由于王政君年事已高，无法亲自处理朝政，便将大权交给王莽。自此，王莽担任大司马，正式掌握军政大权。随后，王莽拥立刘罕为帝，史称汉平帝。为了独揽朝政，王莽严禁刘开的外戚入朝。随着汉平帝逐渐长大，对王莽的专权日益不满。王莽担心汉平帝会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先下手为强，毒死了汉平帝。可怜的汉平帝年仅14岁便命丧黄泉。此时的王莽认为称帝时机尚未成熟，于是又选择了年幼的刘英为皇太子。公元8年，王莽终于私下伪装废除皇太子刘英，自立为帝，建立新朝。至此延续了210年的西汉王朝正式宣告灭亡。